好，大家新年快乐。那么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们很久没有更新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开始进行2023年的一些复盘和更新。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对上次我们去年最后一期的小伙伴们进行一个抽奖。那么我用的是第三方的这个软件，当然也没法自己写啊，我用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讲的操作。那么这里面我用的是 TubeBuddy，然后呢一个 Winner。那我就包括了，因为我看到了大部分小伙伴的留言非常好，那我就包括所有的 comments 选择3位小伙伴。好，那么第一位是夏夏，然后这是第一位啊，然后第二位是 Ryan LL，然后3位是引流。那么这3位朋友呢，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4个月的这个完美风暴的这个系统使用啊。然后我到时候在我们的 community 艾特一下你们，然后请这3位朋友发邮件跟我联系。好，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这个视频。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话题也就是从2023年开始，我尽量把视频做的短一点，我更多的具体的一些交易计划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盘后的复盘我会在 Discord 跟大家更新，但是还没有开始。但是呢，我会给大家先分享一下，今天主要市场上下跌引发大盘下跌的主要的2只股票，那么苹果、特斯拉，我后续的一些交易计划。整体市场上我们先看到的是，主要是被这2个公司拖累。其实今天上涨的股票数量是比下跌的股票数量要多的。那么对于这2个公司拖累大盘的这种行为，而且这2个公司是整个美股的新股，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这个交易计划？那么我们是打算怎么做？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先来说苹果好了。苹果的话，今天呢，大家看今天是个非常大的阴线。那么我们首先来对苹果这个公司进行一个回顾。那苹果这个公司，我们说不管是从它的营收的结构来说，已经是非常强劲。为什么呢？不管它做部分什么歌也好，它的很多的收入现在有20%左右开始转向这个软件类，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叫做苹果税。那么这就是苹果整个的一个基本面上并没有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再加上中国这个复产复工对于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影响，其实应该是个正面的。但是市场现在是对于一个衰退的这么也就是大家担心市场上的需求会大幅的不足，加上苹果也是出现了大量的减产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对于整体来说，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在这段时间高点差不多已经跌到120，那么在大科技中它算跌的少的算跌的少的。那我们如何相对客观我知道我很多朋友一说 PE， 他就说 PE 不对，不能看 PE， 要看其他的。是这样的，分析基本面是不能光看 PE 的，也就是这个 Price to Earning Ratio。那么，但是我觉得，因为本身苹果因为有了很多的股票回购，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呢会出现一些不失真的情况，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对大蓝筹用一个 PE 的评估来对它进这个走势的这么一个抄底也好，或者说投资也好，对它一个判断。那苹果作为我们在美股中的股王，是最强的这个股票中的一个优质资产，那么它必然是很多投资或者说养老金买入的标的。那么你觉得多少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呢？看到它从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它其实09年上来之后，它的 PE 是最上涨的过程中还下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个的公司基本面的营收是非常强。那我们再从现在来看，后来的几波上涨，找到了这几个来找到它的这个底。我的系统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系统是就不再受这个马克逊。然后呢，好，那么它的上次几个底，比如说我们看到比较低的点位，比如说我们看到16年的这个底部，那么16年的这个底部差不多它的价格性现在看的话是23左右，那么它的这个 PE 呢是10，也就是12年和13年和16年和13年来到它 PE 都只有10都只有10。那么09年的话，它的这个低点是15。那么为什么它的这个 P 可以这么低？那是因为这是一个牛市中的一个回调。
牛市中回来，熊市中这个地方低点反而不会那么低，因为熊市中你的这个营收反而会更差了。好，那么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整个低点是10和15，那么10和15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后来呢，对于苹果公司的估值，它本身的基本面也支撑它有这个增长啊，它的增长10%左右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评估的方法来看，就是10的话，那么你至少1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那么之前大家看18年的2018年那个下跌，来到36块左右的话，那么它这个位置上差不多了一个多少？来到了一个12、13左右。那么我们20年的那波下跌的话，它的这个到了这个8那么之后呢，大家给苹果的估值往往是比较高的，甚至给到了30到40这个地方，其实30到40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高估的状态了，因为在历史中成长过所在的这么一个。那么现在的话，它进行了一个咱们说均值回归也好，或者说它回到了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内，那么所处的现在是20左右的 PE，并不是一个低的值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周线上来，如果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上它的这个下跌走一个加速下跌的话，那么它向下的话，如果来到了一个100左右，那么它的这个 P， 它这个 P 会说马上1R 了，它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以当下来看，它如果再跌个10%到15或左右，那么这个位置上差不多就到了这个2020年的这么一个低点，差不多16、7。那么这个位置上可以说就是一个比较吸引力的这么，所以从苹果的角度来说，我会在大约17和15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差不多这儿。那对于它已经股票回落很多了，这些年翻上来，那么大约现在这个价格就是100到110，或者90到110之间的这个值啊，我们来可以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那么它大约就是90的这个区间是我一个判断它一个比较有价值，或者说比较适合我长期持有不会太吃亏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这就是我认为因为苹果还是比较稳，所以这是一个。那么跟它有一个类似的，其实也比较好判断估值，这就是这个好事多，就 Costco 这个位置上，大家注意，一般来说 Costco 在市场由于它的防御属性非常强，市场很少给这个股票非常低的一个，所以说在之前的话，大家看到这个走势上来的话，它都是很稳健的，它的低点 P25，整个这个 P 8年、09年，那它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那么整体来说，它这个低点整个在正常情况下是在25左右。那么现在整个这个高点呢拉到30，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期高速的这个追，它的 P 能改到了50，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价格，所以说我一直没有对它下手。那么还有小伙伴会问这个高速我到底会不会进？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它的价格比起当时这上面这些高点，包括它已经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价格了但是我仍然觉得还是偏高。我希望能看到一个投资者来到一个30以下，那么30的这个位置上，30左右。那么现在的价格呢，大约是34，那么再跌10%，差不多400附近位置。那么或者说再向下跌一点的话，到27、8就差不多了，那就是400再减10%那就360，也就是在360和400。你从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时候，那么简单的从这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就是差不多，其实就是这个位置，还有就是之前它的另外一个低点，那么在技术上跟它也是一个共振的这么。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长期的投资基本就是指数 ETF 其实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个股的话，找那些特别好的公司，基本面非常坚实，然后分红又特别多的，那么这些公司对 Costco 和苹果来说是一个低风险的。你持有的话，比如说我没法择时抓到特别好的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长期拿着，其实是很难吃大亏的。那么这两个公司就没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这个地方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特斯拉这个位置上有点不太正常，就是它的这个下跌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加速。对于一个它的贝塔啊，特斯拉的贝塔是2，也就是应该是大盘的1倍，它的波动率是大盘1倍，但这个位置上它的波动率远远超过了远远超过了2倍的这个波动率。那么我们也看到特斯拉从盈利以来，其实给出了1400的这种评级啊，从盈利以来到现在回到了这个回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差不多30多。那么这里就有一情绪化特别厉害在里面，说之前喊对吧？分股前分股后好几千、5000去1万的这和现在看到20-30的人，其实差不多一波。那么这个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非常化的一个想法去操作它，想法。上次进标普的时候，那进了一大波资金，那么这波或者说这波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筹码的这种变动。那我们换一个软件来看的话，我们来看特斯拉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放量。当然了，股票价格随着股票价格的下跌呢，它的这个放量一定会是大的。但是呢，在最近这些天，从上周开始几天，那么本来股市应该是趋于一个平静，那么在特斯拉领导下，它整体都是非常非常弱的。那么这块地方整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大的放量和换手。那么这个放量换手就意味着什么呢？放量换手就意味着我上面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套牢区，一个是这个大的区间的套牢，它的价格大约就现在之前的价约960、1000这个位置，现在的差不多200到280。还有一个套牢区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上套牢，这个位置上也套了多少？差不多180到210。那么这2个套牢区的这些套牢区的这些仓位或者说这些筹码，在快速的向下往下换，那么你必须等到一个上涨之后，它才能换得出来。所以趁着一个上涨就有人卖，然后呢，还有就是看到特斯拉的大量的上空的这个期权你比如说有些人我持有这些仓位已经是长线投资了，那他不想就是短线出，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买入 put 的过程。那么我买入 put 的过程中，那么就会催生我们的市场的这个叫 market maker， 也就是市场的组织商，他给你写了个 put， 那他这个时候相当于给你做对手盘，你买了一个 put， 他就要什么呢？他相当于是写了一个 put 给你，相当于他在做多，那这个时候他要做空这个股票来去对冲，那么就会变成了，如果买盘不强的话，那么你在这一买 put， 他去对冲，那相当于卖盘又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特斯拉并不是，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特斯拉并不是在做打下去，之前的空头并不是特别多，那么现在的话也不是强行被做空，而是说大家在这个位置上买盘太少了，任何一个比如说买 put 呀、做对冲hedge 这个都会把整个这个特斯拉这个价格打得很。那么它现在整个这个位置上，由于筹码的不断的换手和松动，所以它整体上这个地方下降，我们仍然说这是下降趋势没有变。尤其是今天其实是非常差的一个 K， 因为我们在今天之前，我们说这里其实已经形成底部的一个形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虽然都没变色，但是大家看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跳空的倒形，那么至少有一波向上空到136的这么一个但是今天的话，直接就在这倒形反转线压下去了，一定会破一个新低。那么破了新低之后，那么它有2种走势，一种的话在这里形成反整一个形成，还有一种就是它在这儿继续。那么这个段呢，我们用技术分析就非常难判断了，因为技术分析判断这样的走势已经是非常理和非正常的。正常的话，我们按弱呢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大型的蓝筹股来说，走成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状态。因为特斯拉的股性先涨也是非常的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走势就会比较凶猛一些。那么对于公司基本面来说，我仍然个人是偏多的，是因为它本身的它的利润率对于汽车的利润率太高了，它有很多的降价空间以刺激它的销量。但是现在的话是一个筹码博弈的过程，而且对于很多的长期投资者说，他可能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大家会选择相对保守的板块，国债的收益非常高，所以整个对于成长股非常不利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情况下，
特斯拉对于最后一只暴跌的成长股，它仍然是最好的，因为成长股里面其他公司跌了很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到 Shop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那它已经跌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做这种底部状态出来了。那么从顶部开始170，那到底部是23，其实也是跌了9%，对吧？那我们还有很多人，那比如说当然就是那个 ARKK 那个像柔库这样的股票，它现在到这个低点，等于说它从这个高点下来之后，它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底部出来，它从400多跌到40，也是将近90%的这么一下。那么我们对于特斯拉来说，它现在的跌幅差不多是70%到80%啊，从这个400多到现在的100%，70%多80%之间的这个状态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对于成长股来说，跌80%到9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跌。虽然我这么说特别说找抽，就是说你跌80%到90%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它能不能再回去，那么就是才是非常考验这个基本面是不是非常 solid 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么所以我的判断是认为说这个位置上它今天走的是偏弱的，那么我在这个前面这个位置上，这些抄的底的仓位虽然不大，但是基本上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个抄底都是无效的，或者说这个是被套的。为什么？因为左侧还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去卖 put， 因为你会，比如它真反弹上去之后，你这 put 无非就是一个挣一个 premium， 挣一个这个期权价值。但如果它真正大跌的话，你全都要吃进去那么我们在左侧的一个策略就是进行一个长期，也就是2025年的那个call spread， 那么用的是250和300的这么一个 call spread。然后呢，300的 call spread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操作。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对，就是这打开了一下，这是我自己写的交易，我有做这个交易记录的这个说呢，就是万吧，就说我买大跌的时候，我做的是250、300的 call spread， 然后呢，我一看就是我买在一个比较差的位置，差不多130、140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它才6块多，然后呢，它那个300的 call 基本上就是画了得有1半多。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把300 call 给 cover 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等于说整体上降低了成本。那么降低这个成本大约是多少钱呢？我这个250的 call 的成本差不多是28。然后呢，那个300的 call 呢，就降低了6块到7块，因为当时14、15买的，然后差不多就剩7块多，然后14、15的话呢，降了7、8块。那我这300 call 买回来之后，这次呢，我又把300 call 涨起来那天，我就稍微上了一部分，上了，但是没有上满。那么这个次再跌下来之后呢，差不多又降了6块，但我没有完全上满，所以差不多的话，我算了一下，大约就是10块不到10块不到。那么这样的话，成本28附近打到了。但是当下价格仍然是比它低，就是2025年的这个我250的 call 差不多就还是14。那么我会等一个什么机会呢？说我这个东西会等一个什么？会等一个更好的机会，就是说当它反弹起来之后，可能如果它这做震荡，我就可能会再卖一次，再卖一次的话，然后它要再跌下来的话，继续那什么，就是相当于又降低了成本。那如果没有下来的话也 OK， 那我整体上的话也是一个正 delta 的一个上的这么机会。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操作，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在130和140左右的这一个机会，如果要是没有上去的话，那么整体上你要等它一个底部的一个现在出来了。那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强烈的这种飞刀的行情，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点，就是因为特斯拉它的下跌特别多，又特别吸引市场上的一个目光，所以在市场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交易机会，因为它把这个交易机会就给我。好，那么今天的话，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这种交易计划的一个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